俄罗斯民众正在逃离俄罗斯。8月20日，莫斯科时报报道 ，Yandex 的后台数据显示，整个7月份，俄罗斯民众搜索搬迁的次数飙升到了80万9900次，相比6月份的70万5700次，暴涨了近15%，直接打破自2022年秋季以来的最高查询量。与此同时，搜索离开的频次一路狂飙到了约130万次。关于动员的搜索量在1个月内冲破了340万次的大关，相比6月份的130万次，环比暴涨了166%，创下了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峰值。在俄罗斯，一场自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人口大逃亡，在2026年迎来新一轮的高潮。乌俄战争打响，在短短2-3个月内，大约有30万到40万俄罗斯人迅速打包装箱，连夜出逃。其中，在开战后前几天，直接买单程票出境的群体就达到了15万至20万人。这批第一波离开俄罗斯的人，基本都是顶尖精英，包含 IT 工程师、独立调查记者、跨国企业高管以及政治家。原因很简单，这场战争本质上属于侵略，而且克宫通过的所谓假新闻法，任何不按官方通稿称呼战争、披露前线真相的人，最高可被判处15年监禁。这批精英用最快的速度清理了资产，就登上了飞往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航班。在这个时期，克宫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这种外流。在官方叙事里，这被称为自我净化。莫斯科认为，把这批最容易上街抗议的知识分子送到国外，有利于维持大后方的稳定。在此之后，更多拥有家庭和固定资产的中产阶层开始有计划的撤离，但并非大规模逃离。直到2022年9月21日，克宫宣布部分动员令，这是2战结束以来俄罗斯首次进行军事动员，打破普通俄罗斯人前线打仗、后方岁月静好的幻觉。地方征兵办公室为了完成指标，在莫斯科的地铁站口、写字楼大堂，甚至是大学宿舍进行无差别抓捕，引发了冷战后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边境大逃亡。估计有30万到50万名适龄男性出境，在通往格鲁吉亚的上拉尔斯陆路边境口岸，逃难的车队排了整整30公里。从2022年9月到现在，逃离俄罗斯的浪潮并没有停止。此前选择留下来观望的企业家、高校科研人员、精密制造业工程师以及普通技术工人开始一波一波地往外走。战时经济体制下生活质量的滑坡，让他们明白俄罗斯正在丧失未来。如果有朋友不了解俄罗斯，那可能会被俄罗斯官方的数据迷惑。GDP 逆势增长，失业率创下2.2%的历史新低，军工重镇工资翻倍。了解俄罗斯的话，你就会发现，与乌俄战争前相比，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2022年初至2026年的官方消费者物价指数推算，俄罗斯的累计实际通胀率保守估计已经达到了45%至50%。这意味着，在2026年，一个俄罗斯人手里的100卢布，其真实的购买力仅仅相当于战前的65到70卢布。最幽默的事情莫过于国内的燃料危机。由于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西部和南部的数十座炼油厂进行了常态化点名，俄罗斯国内成品油产能严重受损。到了2026年夏季，全俄汽油价格同比飙升了近26%，部分远东和南部边境地区甚至一度出现按配额凭票加油的场景。一个连本国汽车加油都无法保证顺畅供应的国家，其工业制成品和基础食品的物流成本自然一路水涨船高。为了压制通胀，俄罗斯央行把基准利率长期定在高位。在缺乏政府针对性军工补贴的情况下，普通的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根本无法承受高达20%几的商业贷款与房贷利息。相比以上那些，更狠的还是个税。在战争爆发前，俄罗斯长期实施13%单一固定个税。这套简单的税制曾被莫斯科视为标准性政策，只是为了给军火库填窟窿。俄罗斯在2025年1月1日正式废除了13%的单一税制，全面强行推行5级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年收入240万卢布以下维持13%基准税率不变，年收入240万至500万卢布税率上调至15%，年收入500万至2000万卢布税率达到了18%，年收入2000万到5000万卢布税率达到20%，年收入5000万卢布以上税率锁定在22%。那些大城市里打拼的高级软件架构师、资深医生、外贸经理、律所合伙人以及民营企业中层，其年薪刚好卡在240万至500万卢布这档最尴尬的区间。也就是说，这批中产阶级在承受45%以上累计物价上涨的同时，税收还高了，
跑路也是正常的。更病态的则是俄罗斯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价值体系。在战前，来自布利亚特、图瓦、达吉斯坦等边缘贫困共和国的前线合同兵，一个月累死累活只能赚3万到4万卢布。现在，莫斯科和各大富裕联邦主体为了凑齐兵员指标，避免2次强制动员，签约金一个比一个高。在莫斯科或者汉特曼西自治区，一个无业青年只要签下服役合同，光是一次性打进账户的签约奖励金就高达200万至300万卢布。踏入战区后，每个月的最低时薪就是21万卢布。如果开着步战车往前冲锋，或者击落装备，还有额外战功奖金。万一在前线阵亡，国家和地方财政赔付给家属的抚恤金累计高达1200万至1500万卢布，只是能不能拿到就不好说了。再往下走，则是军工复合体的工人，为了赶制坦克、无人机和弹药，夏塔吉尔、库尔干等重工业州的工厂开出了1周6天，每天12小时的3班倒极限工时。数控机床师傅、高级装配工、特种电焊工的月薪轻松突破15万到20万卢布。库尔干州的平均工资增长率甚至创下了33%的记录。最底层的则是传统非军工领域的民用白领、文教工作者与科研人员。在莫斯科或新西伯利亚，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学副教授，一名有着10年教龄的中学骨干教师，或者一个在民营外贸公司跑业务的行政经理，他们每个月的到手收入往往只有6万到8万卢布。在面对飞涨的物价，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甚至不如战前的一个实习生。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分配彻底脱离了科技创新、民用生产和智力沉淀。这种病态的利益重组，普通中产想走，火力军并不意外。面对持续不断的人口外流，各国没办法再像之前那样不管不顾。既然无法在道义和经济上吸引青年留下来，那就用法律把他们锁死。那么现在的俄罗斯民众还能逃离俄罗斯吗？2023年4月14日，俄罗斯数字化兵役进入试运行阶段。在过去，俄罗斯的征兵制度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征兵通知必须由征兵军官亲自上门，当面递交到应征者手中，并且必须由本人亲笔签字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在战前以及2022年动员期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通过搬离户籍所在地、租房不登记、拉黑陌生电话，就能规避兵役通知，征兵官找不到人就无法完成法律送达。现在就不一样了，只要征兵部门将电子召唤令上传至政务系统的个人账户，不论当事人是否登录，不论是否阅读，甚至不论当事人是否注销了账号，只要在系统生成的第7天，在法律层面就被强制推定为已正式送达。从征兵通知在电子登记册中生成的那一秒起，该公民将被剥夺离开俄罗斯的权利。如果该公民在通知送达后的20天内没有主动前往当地征兵办公室报到，就会触发一系列惩罚，比如驾驶执照被系统自动吊销，车辆上路直接被交警拦截扣押，不动产登记记录自动冻结其名下房产，土地的任何过户与买卖交易，个人税务系统强制注销个体工商户或自雇人士的经营资格，使其失去一切合法收入来源。全俄所有商业银行系统自动拉黑，拒绝提供任何贷款服务。如此一来，俄罗斯预备役男性的人身自由就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了。那些暂时没有收到征兵通知的普通人，理论上虽然还拥有拿着护照去机场跑路的权利，但他们必须面对天价的国际机票、极度有限的中转航线以及欧洲国家极低的签证通过率。至于政府公务员、大型国企和新技术员工，其护照早在2年前就已经被单位人事部门统一强制收缴。当年苏联封锁边境还需要钢筋水泥和铁丝网，而今天莫斯科甚至不需要封锁边境，仅仅靠一套政务服务器和后台代码就把年轻人的人身自由锁死了。顺带一提，逃离俄罗斯之后并不代表你就自由了，现在的俄罗斯出现了回流潮。对于逃离俄罗斯的民众来说，离开本土只是逃过了被推上战壕的第一步，迎接他们的是美欧对俄全面制裁所带来的连带伤害。由于 Visa、SWIFT 对俄业务的全面封锁，流亡者带出境的俄罗斯银行卡沦为废塑料片，他们无法在海外正常刷卡消费，无法从国内的账户顺利转出生活费。与此同时，由于反洗钱审查与合规风险，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乃至欧洲各国的商业银行对持有俄罗斯护照的普通人极度警惕。开立一个基础的借记卡账户，往往需要提供厚达几十页的无犯罪证明、完税证明和资金来源审查，稍有不慎就会被直接拒之门外。在身份与居留层面，环境同样在迅速恶化。波罗的海3国、波兰、捷克等国早已全面停止向俄普通公民发放旅游签证，甚至禁止俄牌照私家车入境。中亚和高加索邻国也因为短时间内涌入数十万俄国人，
导致当地首都的租房价格飙升了2到3倍，激化了与本地居民的社会矛盾。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收紧了移民政策，取消了过去依靠短途出境再入境来刷新免签天数的漏洞。数据显示，有高达45%的俄罗斯流亡者在接收国不同程度地遭遇过冷眼、歧视或行政刁难。这种多重生存重压回流现象相当严重。在出逃的第一批和第二批人员中，有大约15%至45%的人因为耗尽了积蓄，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拿到合法长期居留签证等原因，不得不硬着头皮返回俄罗斯。当然，这种回流不代表他们对俄罗斯的认同。相关社会学跟踪研究表明，在2022年早期被迫回国的人员中，有高达80%的人在2023年夏天之前再次寻找机会完成了2次出逃，还有约14%的人在不同的中转国之间经历了3次甚至4次迁徙。到2026年，随着俄罗斯境内情况进一步恶化，离开的人越来越多，这给俄罗斯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不管克宫如何把这场战争包装成所谓伟大的卫国斗争，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是，这一波席卷全俄、跨越数年的人口与智力大失血正在摧毁俄罗斯的根基。在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本身就已经陷入人口自然萎缩危机，全国每年自然减少的人口规模常年在50万人左右。而这场战争带来的双重打击，前线147万名士兵伤亡，后方超过100万人外逃，俄罗斯的人口困境愈发明显。在这批外逃人口中，有超过70%的人拥有正规大学以上的高等学历，且绝大多数处于20岁至45岁这一黄金年龄段。他们不仅是当下社会最核心的生产力，更是整个国家最重要的生育主力军。他们的离去直接导致俄罗斯本土的初婚率与新生儿出生率出现断崖式暴跌。尽管俄罗斯试图通过从中亚地区引进数以百万计的劳工来填补缺口，但这无法弥补高素质育龄人口永远流失所带来的创伤。没办法，普通人口的流失只是拖慢了经济速度，顶尖智力资本的蒸发切断了俄罗斯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仅在2022年1年之内，俄罗斯就净流失了5万至10万名顶尖的 IT 开发工程师和系统架构师，导致俄各大银行、电信运营商和民航系统的底层软件维护陷入了长期的安全漏洞。在科学研究领域，根据 Scopus 的跨国追踪统计，仅在2022年和2023年2年间，就分别高达1465名和1938名在国际顶级期刊高频发表论文的俄罗斯著名科学家，彻底注销了国内的教职，切断了与俄科研机构的合同，选择在海外学术机构定居。流失最严重的学科全部集中在现代前沿科技的支柱领域，物理学、计算机科学、高等数学、微电子以及计量经济学。俄罗斯科研界在过去30年里，好不容易与全球前沿学术网络建立起的纽带，在这场战争中被切断。俄罗斯所谓的进口替代技术自主变成空谈，并且在战时状态下，俄罗斯军队和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每个月必须吞掉3万名劳动力，导致民营私营经济遭遇劳动力荒。由于招不到合格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大量民用制造企业不得不大幅降低招聘门槛，甚至放弃了任何技术升级与产能扩建的计划。即便未来某一天战火停息，那些已经在柏林、埃里温、迪拜和硅谷安家落户的数十万工程师、科学家与企业家，也绝不可能在一个实行数字化监控、动辄因言获罪的体制下自发回流。一整代最有活力、最能纳税的顶尖人才就这样被生生推出了国门。说到底，恐慌和离心力已经在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中蔓延。他们选择背井离乡，不是不爱故土，而是当国家把普通人当作战壕里的耗材，连起码的政治和生活都无法保障时，逃离就成了他们保全生命与尊严的最后手段。而这场由莫斯科亲手制造的人口大失血带给俄罗斯的创伤，恐怕比前线丢掉几座阵地要痛苦得多。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一共跑了多少人？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